满清还在等我回去，我不能死在这里。有办法了！来啊！你这是被困了多久啊？激活海洋羁绊契约，绑定领主深海灵章鱼，获得能力深海新生，猎物弱点洞察。乖乖，这大玩意儿满身盔甲似的，硬得很呢。瞅见他鼻子尖那块没？就那儿，捅准了一下就能把他震蒙过去。天，我能听懂你说话。别傻愣着了，那大家伙在浅水里扑腾呢，趁他没缓过来，赶紧收拾了。追了我这么远，撞了我的船，该有个了结了。去死吧！那边的船停了，肯定是捞着了，快点靠过去看看。肯定是捞着了，快点靠过去看看。开快点儿！今天的渔获分成呢？该交了吧？说好月底结账，现在还没到时候。这小玩意儿倒是稀罕，哪儿弄来的？他搁浅了，我捡的。捡的？你蒙谁呢？浅海哪有这品种？这是深海灵章。城里那些搞水产研究的出高价收活体，比整船鱼都值钱。我不卖，想留着自己出手。这码头上所有的渔获、水产出货，都给我李三桂的手。你忘了我是什么身份了？给我把章鱼抢过来！再往前一步，我让你们3个游回岸上去。好，我走。陈峰，你等着，月底交不出那份钱，你和你那个病秧子媳妇儿就别想在村里待了。哎呀妈呀，瞅那仨玩意儿，咋咋呼呼的，一个比一个凶，就这水平还敢出来抢东西呢。不过那家伙说的倒是不假，我要是往城里科研所一送，保准能换老鼻子钱了。别说了，我不会拿你换钱。那行，够意思。往后这片海你就跟着哥混吧，哥给你指道，保管比你自个儿瞎转悠强。月底之前，那笔钱必须凑齐。都这么晚了，怎么还不回来？我清，我没事，就是没站稳。你手上是什么？阿峰，你别再管我了，我这身体就是个无底洞。你胡说什么？你是我媳妇儿，我就是砸锅卖铁也会治好你。大妹子，别哭了，有哥在，指定让你家过上好日子。这是章鱼，他在跟我打招呼。今天出海救的，还挺可爱的，一看就有灵性。你看，连他都知道哄你开心。别想那些有的没的了，我去给你做口热的，吃了东西才有力气养病。我去吧，你出了一天海了。今天这一趟没白跑，弄到条鲨鱼。明天我去镇上的水产收购站卖了，把要钱先凑出来。鲨鱼？
你受没受伤？没事儿，好着呢，皮都没破一块。你要绕开李三贵自己出货？100斤的货到他手上能扒成30斤的价，这钱砸他手里，不如我自己找门路。是我这身子拖着你，要不是我一直吃药花钱，你也不用冒这么大的险。不许再说这种话！明天我再出一趟海，多弄点货，一块送去收购站。海上的风一天比一天凶，你还出去，太危险了！我不准你去！你明天真要去？去？不去哪儿来的钱？我怕。怕什么？我这条命硬得很。你好好睡觉，明天醒了我就给你炖鱼汤。睡吧。明天得早点走，潮水不等人。嚯，今儿个天儿不错，指定能捞着好玩意儿。停停停！底下一群大家伙正贴着沙底溜达呢，个头都不小。够大，这条就够晚清吃2天了。瞅你那点出息，几条鱼就乐成这样。再往前开一段，哥带你开开眼。慢点慢点，前头那片海底下有个沉船架子，那玩意儿底下藏的可都是硬货。这品相，镇上收购站1年都收不着几回。都在2两往上。你瞅瞅这品相，哪个拉出来不让收购站那帮人眼珠子发直？今天就到这儿吧，够多了。回去卖个好价钱，晚清那边就不用发愁了。那可不咋的，就这成色，你搁县城去，人家瞅见了都得抢着往上贴。哎呀妈呀，坏了坏了，那底下啥玩意儿这么大动静？奔着咱这船来的。这浅滩不该有大鱼进来。别琢磨了，快拐弯，那玩意儿就是冲你这船来的。什么东西？这片浅海不该有这么大体型的。今天算咱俩命大，这破船再被顶一下飞散架子不可。先不在这儿逗留了，去把那条鲨鱼找出来。哎呦，陈峰，你这是弄了条什么玩意儿回来？体格够大的。好家伙，这鱼鳍张得跟扇子似的。那箱子里又是什么？也捞了不少啊。这品相，个头匀称饱满，你这是捞上好东西了。小伙子，这船上的货都是你的。海参这17只，按市场最高价走。鲨鱼整条按重量和新鲜度算，肉和鱼鳍分开定价，加起来你看这个。你收海参我能理解，但这片地方鲨鱼其实不算好出手，你不压价图什么？你这鲨鱼品相好，往县里的酒楼送，有的是人抢着要。我收你的货不亏。行，就按你说的算。拿好。手上伤是出海弄的？被网绳勒的，不碍事。下次出海前先缠一圈，海水泡久了容易感染。小伙子，我在镇上收购站收货，你以后要是再有这样的好货，直接来找我。行。哎，这鱼怎么整的？教教我们吧。你手怎么了？没事，让网绳拉了一下。你之前不是说没事吗？怎么回来就缠上纱布了？真没事儿，就是蹭了一下，怕感染，随手缠了一圈。先进屋吧，外头风大。今天那批货全卖了，鲨鱼加海参比我想的还多。这么多？我说过，不会让你一直受苦的。你坐着歇会儿，我去把饭热上。哎，
刚刚回来，我瞅见李三桂那家伙手里拎着把剪刀，把码头东边那排网的网绳剪了。他这一剪，外面的东西可就能直接窜进来了。怎么了？是不是伤口疼了？我出去一趟，你在家待着，谁来敲门都别开。好。切口是新的，过去看看。李哥，万一有人下水踩到钩子，你们这帮人就知道老老实实捞网里那几条小鱼，一辈子能翻什么身？他陈峰能捞，我怎么就不能？踩到钩子，那是他们自己不长眼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走吧，回去睡觉，明天一早来看货。你打算咋整？那就让他自己踩上去。接下来有些危险，你去躲起来。大晚上的，出什么事了？码头东边的防沙网被人剪了。你确定是人为的？我亲眼看到了断口，还看见李三桂带着人从那儿离开，他还在旁边那条浅滩道里埋了铁钩子。天亮之后有人从那儿下水，非出事不可。走，带我过去看看。切口是新的，边缘都没发毛。下午我路过这儿的时候还好好的。他剪了网还不够，还在浅滩那边动了手脚。这么黑的天又没灯，明早潮水一退，踩上去准出事。我去找人过来，先把断了的网补上，再把他埋的那些钩子起出来。李三桂，陈峰。哟，这不是陈峰吗？大半夜不睡觉，跑码头这边来遛弯，可真是好兴致。这话我也想问你，大半夜带人跑防沙网这边来也是遛弯？我这是巡夜，码头防沙网归我管，我看看有没有人搞破坏，有问题吗？巡夜巡到把防沙网剪了，那你可真是够负责任的。陈峰，我劝你识相点，赶紧回家睡你的觉去。剪了防沙网，让外面的东西进来，再在浅滩那边埋铁钩子，等着挂货。你以为我没看见？你非要跟我撕破脸是吧？你今晚能站着走出这片码头，就算你命大。上！上！你个小兔崽子！你做的事儿我会告诉周叔，你这护海员的差事，今晚怕是要到头了。给我追，别让他跑了！啊！完了完了，这钩子怎么埋这儿了？别说了，先拉我出来。李三桂，你大半夜不回家睡觉，跑码头来干什么？这两人又是怎么回事？村长，我这不是在巡夜吗？我发现防沙网好像被什么东西扯坏了，正要修呢。这俩帮手是他们自己不小心摔倒了。你当我瞎？这断口一看就是人为剪断的。李三桂人证物证都在，你还想说什么？村长，就算断口是被人剪断的，你们有证据证明是我剪的吗？他这腿上的伤就是最好的证据。要不要我现在叫人去那片水洼里翻翻，看看里面有什么？李三桂，你还不认？我们就是路过，不知道什么钩子。村长，你总不能单凭这些就把护海员的职位给我撸了吧？这不合规矩啊！规矩？你剪防沙网的时候，想过村民们的安危吗？你埋钩子的时候，想过明天早上有人踩上去会怎么样吗？现在踩上去的是你的人，已经是运气了。你闭嘴！轮不到你说话，够了！李三桂，你要证据，地上这个人的伤就是证据，
那片水洼里的钩子就是证据。你要是觉得委屈，咱们就去镇上说说。各位都看见听见了，李三顾身为护海员，剪断防沙网，在浅滩埋铁钩子，不顾大家安危。明天我就去镇上递交报告，免去李三顾护海员职务。村长，你凭什么？凭我是村长，凭我干了20几年没偏袒过任何人。你今天做的这事儿，搁到镇上，不光是撤职，还要罚款记过。我现在只是撤你的职，是给你留脸。陈峰，你过来。大伙儿听好了，从今天开始，陈峰正式接任望海村护海员。好，陈峰这小子行。行啊，村长这决定英明。陈峰，你可得好好守住这个职位，别干2天就叫人把你这一身皮扒了。你们俩帮着剪网埋钩子的事儿，别以为能蒙混过关。明天自己到镇上去说清楚，该罚的罚，该写的检查，一个字不能少。哼！今晚的事儿你办得利索，以后谁敢在这片水面上耍花样，你直接来找我，不用跟他们费口舌。村长放心，我会守好这片海的。你媳妇儿那老毛病最近好些了没？好多了，明天再去镇上给她多抓几副药。咋样，踏实了吧？现在你成了护海员，看谁还敢瞎折腾。踏实了。陈峰，今天月末了，上个月码头的渔货分成该结了吧？你出海打了那么多，别想赖账。今天拿不出钱来，我就拆了你的院门。别磨蹭了，赶紧交出来。钱在这儿，1分不少。还真让你凑够了。你最近又是鲨鱼又是海参的，没少挣吧？这点钱不够，再加5成，该多少就多少，按月结的账，不欠你的。我说加就加。就拿我，你干什么？放开！想要更多，找别人要去，我这里没有。这是被人扔出来了。哎！看什么看？都给我滚！外面刚才闹什么呢？我怎么听见有人嚷嚷？没事儿，李三桂来讨分成，我给他了，已经走了。他没为难你吧？他倒是想为难我，就是没那本事。我去把灶上的鱼汤热一热，你喝一碗再出去。喝完了我就去出海。哎，刚瞅见码头西边那排旧庄子后面猫着个人影儿，贼兮兮的，一看就是李三桂那瘪犊子，让咱给扔出去了还不消停，搁那儿蹲着呢。随他去。这群大家伙往年不该出现在这个位置。领头那家伙老横了，我刚搁底下整了一下，脾气贼拉爆。撤，今天不跟他较劲。他陈风光捞着鲨鱼，不就是仗着运气好？我也能捞到几条。他不下手，正好便宜了我。等我也抓几条鲨鱼，看他还拿什么在我面前摆架子。把网下好了，等他自己撞进来，网一收就是我的了。
怎么这么多？别过来！别过来！他怎么跑到这儿来了？哎，那家伙船底下锯了4、5条，正撞他船底呢，他那破船撑不了几下。你还不赶紧走！不要命了！抓着！我拖你出去！这里不是你能待的地方！你知道刚才那些鲨鱼撞翻你的船是什么后果吗？你为什么救我？我是护海员，见死不救的事不干。你自己能开回去吗？别让我一会儿又在这儿看到你。下次我可不一定刚好在旁边。今天比平时晚，暗礁那边转了一圈，耽搁了会儿。那片暗礁区水况不太好，之前村里就说过让尽量少往那边去。你碰见什么了？碰见李三桂了，他的船被好几条灰鳍鲨围住了，船都快翻了，我把他拖了出来。他能记着这回事儿，不再找麻烦就行了。行了，把碗里水喝了就歇着吧，明天还得出海呢。三桂哥，你这是咋了？我刚才在码头那边听人说，暗礁那儿有人被鲨鱼围了，动静不小，该不会是你吧？他们说后来有船过去把人拖出来的。谁跟你说的？谁看见的？没谁，就码头上有人提了一嘴。问这么多干什么？我的船怎么样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我自己能处理，用不着你在这打听来打听去。我就是随口一问，没别的意思。那你没事就行，我走了。他救我那是他乐意，我李三桂用不着任何人施舍。今天去哪里啊？今天沿东侧郊区走一趟，看看防沙网有没有新断口，顺便把浅滩那几处航道标再确认一下。入年后潮水变化大，得把整片海域的情况摸清楚。昨天缝的驱虫包里面装了艾草和张腰上，东侧郊区那边海蝇和蚊虫多，别回来又是一胳膊包。你这2天咳得少了，要顿顿吃着，棉被也换了厚的，再不见好就说不过去了。哎呀妈呀，这大清早的，眼皮子还在打架呢，哥再眯瞪一会儿，你别晃悠哈。哎，那破木橱上缠着个啥玩意儿？白花花的，还在扑腾呢。别动，我帮你弄开。海洋羁绊契约升级，功能扩展，高空侦察区域覆盖整片外海，视野范围远超当前海域。小章鱼水下追踪加信天屋空中指引，形成海空立体侦察网。这鱼线缠了我快2天了，你来的还算及时。缠了2天还能扑腾，倒是够能扛的。我看得见整片海，这么远，哼，我可是很厉害的。你遇上我是撞大运了，我可以帮你观测整片海。先养2天伤，养好再说。急什么？这片海比你想的更大，以后我可以帮你看。哟，大翅膀子挺能说的啊！你才来，你愁啥愁？哥在这儿蹲了好几天了，这片海哪有鱼哪有窝，哥门儿清。你能看多远？我可是能看30里远。咋的？比谁能飞得高是吧？有能耐你下水游个200米给哥看看。左边那道浅滩底下有一群礁鱼，个头均匀，你想抓的话可以下网。别吵了，咱们走。这一网够我卖好几天的了。哥哪天带你去深水区捞一波，那才叫真正的大货呢。等你伤好了，我能看到的范围比现在远得多。到时候哪片海域有鱼群，我一眼就能告诉你。哎，你这话茬接的可真有劲儿啊！哥在水里刨了多少天了，你这大翅膀子一飞起来就要抢功是吧？我说的是事实。行行行，
你飞得高，你厉害，有能耐你飞下去给我抓2条鱼上来，我瞅瞅。行了，你俩都厉害。哎呦喂，陈峰，你这一船鱼是捞着鱼窝了吧？好家伙，这鲛鱼条条都8丈宽，你这么一船，得顶上咱们忙活10天半个月的。你这运气也太好了，啥时候出海带着我呗，我也跟着沾沾光。碰巧撞上一群，这片滩这2天鱼群多，你们明早赶早去，说不定也能碰上。这批不行，新鲜度不够，品相也差。别家还有没有？我今晚必须凑个数。宋采购员，今天收花都不咋地，您要不将就一下？县里酒楼催了3回了，我不要将就。你家这批我确实看不上。陈峰，你这批鱼全是刚捞上来的？刚靠岸。好，新鲜度、品相、个头全在我的标准线上，这批我全要了。3大盆，并重一共213斤，加上集单费，一共这个数，你看看对不对？行，就按这个数。跟你打交道就是省事儿，货好价也明，不磨叽。以后有好货直接往我那儿送。好。陈峰，你这批货救了我的急，回头镇上再有这种事儿，我优先要你的货。那我先谢了。这是你今天出海救的？东侧郊区那边缠在浮木上了，鱼线勒了脖子，幸好赶上了，长得挺大一只，养几天伤就能飞了。还挺可爱的。你看它多乖呀！哼，大翅膀子可真会来事儿啊，刚来就装乖，大妹子都被他糊弄住了。今天卖鱼的钱够花一阵子了，明天再去镇上给你多抓2副药，看看能不能换个方子。我现在咳得少多了，你别光想着买药，自己也得补补。出海辛苦，你不把身子当回事儿，我可不依。知道了。明天潮水退得早，我早些出门。我多备2个饼子，你带着。今儿咋这么早？月亮还没下班呢。东侧外海那片水面颜色不对，有一段海流拐弯的位置飘着东西，不像自然垃圾。飘着的东西像废网绳，位置也不对，过去看看。有人在这片水域下过东西又撤了，没收拾干净。铁架子绑着网兜子，搁底下戳着呢，瞅着就不像正经渔民下的玩意儿。我刚才在上面看到，往东2里那片暗礁背面有一艘没见过的铁皮船，停着不动，不像打鱼的船。你从上面盯着那艘船，我贴着郊区边缘绕到侧面看看。这批够咱吃一段日子了，别磨叽，手脚利索点，等人来了就不好走了。这片水没人管吧？我听说村里换了个护海员，挺能折腾的那种，能折腾到这片外海来，咱在这片下笼子不是1天2天了，谁管？我护海员屁用没有。船上一共3个人，2条引擎。差不多了，撤吧，一会儿潮水变了不好出。全是苗子，连根都给人刨了。这片海域是块肥地，什么海参、鲍鱼应有尽有，把底下都给清了，卖完这批就够咱吃半年的了。可这炸鱼动静这么大，要是让人发现了，李三桂那家伙可不会替咱们扛。捞点是李三桂给的，他要敢不认账，咱把他供出去，他比咱进去的早。再说了，咱们弄完就走，谁能抓到现场？瞅见没？全是蝎子儿。 3个人，1艘铁皮船，方向偏东南，不是回港的航线。他们至少连续干了2、3天，才会攒下这么多香笼。
捞苗子，炸海底，这是要断了这片海的根。那你打算咋整？他们还会回来，等他们再回来的时候，就是收网的时候，到时候人赃并获，一个都跑不了。你今天回来脸色一直绷着，外海那边出什么事儿了？碰上盗捞的了，他们在炸海底捞苗子，整片区域都快让他们清空了。那批货的捞点是李三桂给的。那你打算怎么收这个口子？等他们再来，货到了岸上，人到了码头，一块兜住。你现在知道先把局部好再动手了，以前你都是先冲再想。以前是以前，现在不一样了。那条铁皮船又回来了，3个人，还带了更多香笼。他们停在东侧暗礁背面，和上次同一个位置。晚清，晚清，去村长家，说东侧暗礁那儿有动静，让他带人过去。好，我这就去。他们现在在洞里吗？香笼已经搬下船了，人还在礁石上面，一时半会儿出不来。走，去堵他们。他们还在搬东西，3人在礁石背面，背对这边。等他们全出来。我瞅了瞅，他们搁浅水区那条窄道摆了一排笼子，准备收网呢。那位置窄，他们跑不快。这破地方，搬一趟比干别的累3倍。捞完这拖不来了，赶紧的吧，一会儿潮水涨了，船出不去了。着什么急？反正也没人看见。你们一个都别想走。香笼里装的什么？关你屁事儿！你算老几？你回头看看。完了，跑不掉了！全是苗子，这得捞多少才能攒成这样？炸鱼、捞苗、刮海底，这是要把整片海都弄秃了。李三桂，你跑什么跑？这片的点位是你画的，你这时候装不认识？你胡说八道什么？我根本不认识你们。李三桂，这些人说是你画的点位，你怎么说？现在人赃俱获，李三桂，你跟我回村里说清楚，这3人也一起带走。你赢了！这回他跑不掉了。炸鱼捞苗，给盗捞的画电位，哪一条都不轻。他以后不会再出现在这片海上了吧？这事儿查到底，少说也得关一阵子。但他那些旧关系，一时半会儿断不干净。行了，先回去吧。啾！
今天回来的不算晚。李三桂被带走了，那群炸鱼的也被抓住了。那以后这片海能消停一阵了吧？外海那么大，盯上这片海的人不会少。今天往外海深处走一趟，信天翁说那边有鱼群活动的痕迹，比往年早了不少。往年深水区的鱼群要到入冬前后才会靠近这片，现在才刚入秋。今年水温变化大，鱼群真要过来了，近海这片怕是撑不住。带着，别饿着肚子在海上一待一整天。你药还够吃几天？够的，上回抓的药还剩3副，不急着买。走了。前方那片水域有动静，一群目测个头不小，正在往浅水方向移动。这片水域平时不该有这么大的鱼群。他们在往浅水走，近海的网和船都得遭殃。这群距离最近的渔场大概10里左右，以他们现在的速度，明天天黑之前就会进入浅滩。回去找村长，今年的冬训得提前布防。东南方向有一条船过来了，6个人带了好卷粗网和铁架，不像正常打鱼的装备。瞅见那破船尾巴了，吃水深，装的肯定不是正经东西。这批人是傍着另一片东西来的。上回那3个栽了，李三桂也进去了。不过这片海的底子还在，够咱们吃一阵子的。可我听人说，这片海换了个护海员，挺能折腾的。上回那3个就是栽在他手里的。哼，护海员1个月拿20-30个公分的人，能折腾出多大浪来？还要真敢拦，连他一块烧上。这片海的货不能便宜了别人。他们是冲着这片暗礁下面的海棠来的。上回那3个人没清完的地方，他们来扫尾了。对面6个人，咱就1个半，硬拦不住。他们布笼的位置离岸不算远，以咱们船的速度，现在回去叫人还来得及。那就回去找村长带人来，不能惊动他们。出事了！外海深水区又来了一伙人，带了粗网和铁架，看着就不是正经打鱼的。你亲眼看见的？我听见他们在船上说要踩点，把暗礁底下那块海床清干净。那一片要是被他们动了，近海这边整条鱼路都得断。冬训要提前布防了，你明天召集人，先把东侧暗礁区外围的浮标和警示绳全检查一遍，能加固的加固，该换的换。那片海床不能让他们动。那今晚呢？他们踩完点，今晚肯定会往外撤。我不想让他们这么顺顺浪上的走，至少得让他们知道，这片海不是谁都能随便伸手的。叫上老张家2个儿子跟你一块去，别跟他们正面动手，让他们看见有人在海面上守着就行。好。陈哥，他们真会走这条水路？白天他们就是从这片郊区进来的，出去只有这一条窄河道能走。来了，准备。几位，天黑了，请回吧。你谁呀？这片海归我管，天黑之后，外来的船不能再往里走，这是村里的规矩。就是你把上回那3个送进去的。既然知道，那就不必多说了。就是你把他们送进去的，这笔账也该算了。
你想怎么算？行，算你狠。今晚我认栽，我带人走。但这事儿没完，你给我等着！成哥，那人是谁？上回那批人的同伙，比李三桂麻烦。他们还会回来的。我知道。外海深水区来了一大群鱼，比往年早了将近1个月。另外，那伙盗捞的还没走远，随时可能折返回来。今天召集大伙来，是要告诉你们，今年的东训布防由陈峰带队。村长，你说怎么干，我照办。姐夫，东训布防算我一个呗。东训布防不是闹着玩的。你出过海吗？没出过才要出嘛。姐夫，你教我，我学得快。行，你跟着张铁柱，他让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。好嘞。盯着林小海，你看出来了？他连烂绳都系不紧，突然说要来布防，身后没人指使才怪。是上回那伙人。你猜对了，那小子昨晚上在码头跟那伙人碰过面。你自己送上门来，那就别怪我了。林小海应该是被上回那伙人利用了。他真跟那伙人混到一起了？信天翁看见的，他在码头东侧跟那伙人的头碰过面。那你打算怎么办？那伙人想从他这儿知道布防的路线和缺口，既然这样，那就将计就计。他是我弟弟，他再不对再糊涂也是我弟弟，你别让他出事儿。我不会让他出事，但那伙人我必须端。今晚必须动手了。信天瑶盯了3天，那伙人已经在暗礁区布好了位置，鱼群也到了近海边缘。今晚不动手，明天鱼群进了浅滩，盗捞的也会跟着摸进来，到时候收不住。人手够不够？够用。按昨晚说的队形走，别掉队。他漏了几处？3处，第1处在东侧浮标带，第2处在暗礁区边缘，第3处在这片水道入口。足够了。今晚来多少，一起收。等天全黑了再动。天黑之后鱼群势力下降，但水流和震动他们还能感觉到。我们停的位置在下游方向，他们感觉不到。那伙盗捞的今晚会来吗？林小海一路给他们留了标记，他们会顺着标记摸进来。他们以为今晚是来捡便宜的。那就是说，咱们布防的时候还得防着背后。放心，该布的已经布好了。他们进范围了，正沿着浮标带上的标记往里摸。让他们进来，准备亮灯。他们在赶鱼，这正是时候，咱从后面绕过去，抄他们的网。急什么？让他们先把渔网上来，等他们折腾完了，体力也见底了，那时候再动手。什么东西？来了来了！你早知道我们来。林小海在浮标上给你们留的记号都是我让他留的。我本来以为你们会多转2圈才进来。陈哥，全齐了，一个没跑。
这一手够阴的。带他们回码头，明天一早送镇上。今晚这一趟3个人，外加捞上来的那批笼子和网物，处理干净了，折算下来能给村里添不少进项。这几个人，村长你看怎么处理？炸鱼、捞苗、闯入禁渔区，带铁器和管制网具。明天一并送镇上去，按规定办。你拦得住我们？拦得住所有人吗？这海又不是你家的。陈哥，外面的人想进来，咱们防得住几回？来一个我拦一个，来10个我拦10个。想动这片海，就得先过我这一关。行了，送走。明天大伙都到码头来，捞上来的那批鱼按人头分了。吓死我了！没事儿，一个没跑，全抓住了。姐夫，你今晚跑得挺快，半路就没了影。我真不知道他们要动手，我以为就是捞点东西，顶多就是违规，没想过他们是奔着鱼群来的。回去，自己跟你姐说清楚。今晚是兜住了，但那人说的没错，外面的人不会停。接下来的事儿得提前想好了才行。昨晚这一仗打下来了，鱼和网具全扣住了，人也没跑一个。这些都是大伙一块挣回来的。村长，这批鱼咋分啊？陈峰，你说怎么分？这批鱼走3筐送镇上收购站，换回来的钱归大队账，剩下2筐分的出海布防的人，按出勤人头算，最后1筐留村委，年底集体分。陈哥敞亮，就这么干。分鱼也有规矩，昨晚冲在前面的多分1份，干多干少不一样，大家心里都有数，就按这个规矩分，公平。明年布防我还来，你喊一声我准到。陈哥，明年再带队出海，我第一个报名。这批货品相好，新鲜度也够，3筐鱼加网具和铁架，拢共算下来，一共420块。我在这镇上收了好几年货，没见过一个人扛3筐鱼加1副铁架网具来卖的。不是一个人干的，村里的人一起布的。你这人行。过2天我去外海再看看，有好货再给你送来。海参、鲷鱼、石斑我都要，价格比上回还涨了1截。海参、鲷鱼、石斑，价格比上回涨了2成多。你上回那批海参卖了20多块，要是按这个目录上的价，还能再多出1截。东侧安郊区那片深水，上回只摊了一小片，底下还有不少没动过。明天我带信天一过去再看看。你打算一直让他跟着？他要是肯学，我就不拦；要是还跟以前一样，那就再说。姐夫，这船晃得我有点晕，还有多远啊？我感觉已经开了好久了。现在回去还来得及。不回，我姐说你干了10几年了，我才跟了几趟，晕也得扛着。这片水下的东西比上回多，个头也大。够装了，这片底下还有，等回头再过来。
姐夫，这水底下你怎么知道有东西？姐夫，这水底下黑乎乎一片，你怎么知道哪里有东西？这叫海参，长在礁石底下的缝隙里，贴得紧，捞的时候得贴着底走，不能硬拽，碰破了皮就卖不上价了。你捞的时候手轻一点，这些卖的就是品相，破了相折价折得厉害。我不碰，我不碰，我就在旁边看着学。10几只，品相都不错，比上回那批还好，比上回的还多。这批不走散货，直接送收购站，按目录上的新价走。这片海跟田一样，不能一次捞干净，留一些，它自己会长回来。赶海跟种地一个道理，不能绝户。知道了，留种。姐夫，赶海捞参这个本事，你能教我吗？你能连着出海3趟不喊晕不喊累的时候，我再教你。我能的。今天倒没喊累，来回开了半天船，歇了3回，比上回强点。那孩子还有救？姐夫，今天往哪片走？还是东侧暗礁那片。信天翁说那边又进了一群鲷鱼，个头比上回匀称。那边水流缓，鱼群正贴着礁石根遛弯呢。你麻溜过去，趁他们还没散。这么多，这一网够跑一趟收购站了，加上昨天攒的那些，明天一起送到镇上。姐夫，你以前是怎么学会看水流的？看多了就会了。海不会藏东西，你盯着它看久了，它就把该给你的给你。镇上收购站今天把账结了，这批鱼加上那批海参，拢共比上回多卖了2成。够你多抓几副药了，明天再去镇上看看有没有更好的方子。咋样？哥指的道靠谱吧？下回往深水再走走，保你翻1倍的量。那明天早上我多备点干粮，你出海带着。前方20丈，水色变了，底下有一片礁石堆，鱼群贴着礁石边缘在转。姐夫，你看这条，宋时运看到应该会直接收。瞅见没？我就说这片水底下有东西吧。这条石包品相好，新鲜度够，颜色也正。你从哪儿捞上来的？东边那片深水，暗礁底下。陈峰，有件事跟你商量。镇上那家最大的酒楼想长期供活鲜，要求的品相和新鲜度都不低。我之前试了几家都达不到标准。你要是能稳定供货，我按市价往上加1成。频率和量怎么定？每周2趟，每趟至少保证一定量。品相达不到的不收，但达标的一律按最高价走。行，我回去看看量够不够，明天给你回话。你这趟回来比上回多了1大筐。镇上酒楼想要长期供活鲜，要是谈成了，往后不用零散跑，每个月走2趟就够。姐夫，那得跟咱签合同吧？签了就算长期了，不愁卖了。明天去谈细节。
每周2趟，1趟30斤起，鲷鱼和石斑混着走，量不算大，但胜在稳定。按目前的收成，能撑得住。签了之后得按时送货，万一哪天天气不好出不了海呢？合同里写了，因天气原因延迟的往后顺延。我看了，条款写的还算公道。姐夫，那明天去签的时候，我跟你一块儿去呗。你谈你的，我在旁边听着学学。行，明天一早走。签了合同，咱就稳了，往后不愁卖了。哥再带你多探几片新水域，量还能往上翻一翻。来了，我这已经准备好了，合同打印了2份，你看一下，没问题就签。行。这是第1趟的收货单，你照着这个规格送就行。品相不达标的我收不了，但达标的我按最高价走。知道了，明天送货。姐夫，这就算定下来了。走。前方右侧30丈，水色有一条暗线，海底有落差，鱼群集中在落差边缘。那片水色不一样，底下应该有一条沟，鱼喜欢蹲在沟边上。姐夫，你怎么知道是沟不是别的？水色变深的地方落差大，鱼群贴着落差边缘走，方便进退。你看多了就知道了。姐夫，这一网比上回多了快1倍，够送2趟的量了。明天送完货还能剩一些。咋样？哥说这边有货吧？明儿签了合同，咱往后就指着这片沟吃饭了。哟，陈峰，你这趟收成可不少啊！这筐鲷鱼比我前2天一整船还多，还捞着石斑了。这条品相真好，镇上收购站最喜欢这种。今天运气好，碰上一条沟。你这可不是运气好，你往那儿一站，鱼自己往上凑，咱学都学不来。又叫魂了。我看你放网的时候水都不太动的，慢一点，网沿贴着沙面走，别抬，你抬快了水就浑了，东西就跑了。这样对，就这个速度。前面那片浅滩底下的海草丛里有一群海蟹，个头比这边的均匀。过去看看。姐夫，那片海草下面有动静，我看见腿了。我捞着了，手稳了，明天多练几遍。明天要送第1趟货了，都备好了，明天一早装船直接走。姐夫，明天送货我能跟着去吗？我帮你搬。行，一起走。那我去把干粮烙好，明天带着。这批新鲜度够，品相也在线上，过秤吧。这是第1趟的数，按合同价走，你核对一下。没问题。第1趟走顺了，后面就容易了。下周这个时间还是这个量，行吗？行。前方那片水底有断崖，落差约2丈，断崖底下有一群石斑，个头均匀，目测有7、8条。有断崖的地方，石斑喜欢蹲。你把手边的网准备好，靠近了再下。
姐夫，5条，每条都不小，够下一趟的量了。收网，回去。姐夫，今天那几条石斑，我放网的时候感觉到底下有水流在推，是你说的那种沟里的走水吗？对，断崖下面的水流跟平地不一样，鱼靠在崖壁边上等吃的，网要贴着崖壁放，不能正对流水，不然网就冲走了。记住了。先吃饭，明天还得早起。陈峰，你也刚出海吧？听说你跟镇上收购站签了合同，1个月走8趟，1周2趟，1月8趟，不算多。听说酒楼的收货标准挺严的，你那边的货全达标了？品相不好的不收，送去的都过了。陈峰，镇上酒楼那个路子能不能带我一个？我不走你的量，也不争你的份额。就是我自己打的鱼，品相好的想往那边试试，省得总让村里的贩子扒一层皮。你那边有多少货？1周能走多少？品相好的能凑个10几20斤。行，下次送货你跟我一块去，先把货给宋时运看一眼，他说行，后面你自己跟他谈。那行，我先谢了。哎，你那把蟹比我刚才看到的还大一圈，这片沙底真养东西。你放网的速度还是快了，慢一点，贴着沙面走，感觉到底下有东西在往上抬。2只。前面30丈那片海草底下有几条鲛鱼在转圈，个头比这边的均匀。收网，换地方。3条鲛鱼，2条鲈鱼，都是今天早上捞的。你看品相咋样？品相可以，新鲜度够。明天我带过去给宋时运看，他点头了，后面你自己跟他谈价钱。行，那你费心，回头谈成了，我请你喝酒。明天又要早起送货吧？东西都备好了。姐夫，明天我跟你一块去，张叔的货我帮着搬。行。这就是你说的那个朋友？对，他的货你先看看。鱼不错，新鲜度够，品相也干净。你的？对，今天早上刚捞的，用活水枪养着过来的。这批我收，价格按桶货价走，比你镇上那些散贩子给的高一点。但你要长期供货的话，你放心，我保证品相。下周这个时候再送一趟来，量能凑够20斤，下次我就按长期价给你算。姐夫，张叔这事儿成了。那我们先走了，下周的货我会按时送。前方偏右约40丈，水底有一道旧河道的痕迹，鱼群沿着河道边缘在移动，密度比上回那片浅滩高不少。有旧河道的地方，水流稳，鱼不愿意走开。今天这片水比平时深，网放下去了，先等3息再收，别急着提。姐夫，这一网比今天早上那网还沉。够送2趟的量了，明天送完货还能剩一些。咋样？哥说的没错吧？这片沟里的货就是多，下回咱往深的地方去，还能捞着更好的。姐夫，你说这片旧河道底下是不是还有更大的？有，等天气再稳2天，往深走半里看看。今天这批货送完，账上的数够不够添一艘新船？那条旧船补了3、4回，每次出海我都有点担心。够，再送2趟货就可以定了，不用多好，结实就行。
姐夫，新船要是定了，我跟你一块出海，我帮你拖网搬货，别的不行，力气还有。行，到时候你管后舱。嗯。陈峰，上回跟你去送的那批货，宋时运昨天让人带话来了，说下周让我按长期价走。这事儿多亏你搭了线。是你自己的货品相好，跟谁搭线没关系。他要是不收，我说再多也没用。陈峰，那像我们这种量小的，也能跟着送吗？就偶尔捞个10来斤那种。量大小没关系，品相要过关。明天我送完货，你们把自己觉得好的捡2条出来，我顺带拿过去让宋时运看看。他说行，你们就自己跟他谈。正下方有一群鲛鱼，数量很大，不像本地种群，像是顺着洋流进来的。洋流送来的鱼群比本地的大，但待不久，今天能碰到算运气。放网慢一点，别惊了鱼群，它们一旦炸了，一个来回都追不上。姐夫，又是满满一网，每条都不小。你跟他说，那片水底下还有，别急着走，再下一网，能多出不少来。再下一网。姐夫，这些鱼鳞的颜色比平常的鲛鱼还亮。姐夫，现在码头上的人多了不少，都是听说镇上那条路子走得通，路走通了自然会有人跟，咱们把货守住了就行，别贪多。前方右侧约50丈，洋流边缘有一片鱼群，大多是标鱼和石斑，个头比之前那几批更均匀。它们正在往东方向移动，速度不快。洋流边缘鱼群多，它们贴着边缘走，节省体力。网要放在边缘线上，不能靠中间，不然一网下去全是水。我去放网。姐夫，这批石斑比上回还大一圈。这批品相好，过2天送到宋时运那里，他一看就知道是深水的货。咋样，哥没说错吧？你看看那鳞片亮的，啥叫好货？这就叫好货。姐夫，明天送货的时候，除了品相和新鲜度，宋时运还会看别的吗？他最在意的是2点：鱼在出水后的处理时间和运输状态。你只要保证鱼出水后2小时内放进活水舱，运输途中不颠破鳞片，他没什么可挑的。你这2天寄东西勤快多了，桌上那几张纸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。以前不操心这些，现在觉得该搞清楚的事儿不搞清楚，心里不踏实。明天早上码头集合，准时出发。哎，前方右侧有一片新鱼群，像是在洋流边缘集结，数量约30条左右，石斑居多。先不去那片，今天的货够了，留一点底子给下次，不能每次都把遇到的鱼群捞干净。姐夫，你是说故意留着不捞？捞鱼跟种地一样，你每次把地里的东西全拔完，下一茬就没了，留一些在底下，它们自己会长，下次来还有。那我以后下网的时候也注意，够数了就收，不贪。这话说的对，贪了就没了。这片海认的人，你给他留面子，他往后还给你。陈峰，今天回来的早。今天没多下网，够数就收了，路还长，不急。今天这条船上的货比上回多了一筐，镇上那边是不是更稳了？比上个月稳了。宋时运说明年开春如果量还能稳住，可以考虑签长期保合同。保价合同那可比现在稳多了。你说1年前这时候咱还愁鱼卖不出去，现在倒开始愁鱼够不够捞了。这1年算是把路走通了，
往后只要不贪不断，这条路能一直走下去。姐夫，明年我还跟着你出海。